我们沈家就没有这种犯罪的逆子。你这种人就该滚出沈家！滚！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决定，把你接回沈家。你这个白眼狼、劳改犯，该去死！哥，这是大姐送给你的皮衣，还给你。哥，我什么都不跟你争了，我求求你救救我，救救我吧！沈夜雨，救你？对，哥，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是那个人突然窜出来，我才撞上他的。哥，我求求你救救我吧，我给你磕头。哥，你救救我吧，哥，我求求你了，哥。我这是重生了，重生在了5年前沈夜雨酒后超速肇事逃逸，我替他顶罪的那年。哥，如果你承认车是你开的，他们就不会追究了。可是这是要坐牢的，造成重大事故逃逸，至少得判3年。哥，我求求你了，你帮帮我吧。这些是你这些年写给大姐和二姐的诗和歌词，我都不要了。我会向他们承认，这2年是我抢了你创作，你不是最渴望得到他们的认可。哥，如果我被抓走了，这些年姐姐们得到的一切都会变成罪犯给的。你总不想姐姐们的前途就这么毁了吧？如果你不替我顶罪，我可就要去找大姐。大姐若是不替我顶罪，我就要告诉警察，是姐姐们教唆我去肇事逃逸。你太卑鄙了！对，我就是卑鄙，我就是一个养子，她们3个又不是我的亲姐姐。但你总不想3个姐姐的前途就这么被毁。但是如果你替我顶罪的话，我保证你5年以后出来会得到你想要的一切，并且还会得到姐姐们的认可。哥，如果你不替我顶罪的话，我就去找大姐替我顶罪。如果大姐也不替我顶罪，那我就向警察说是3个姐姐教唆我肇事逃逸。你还要不要脸？脸这东西，我早就扔一边了。我就是一个养子，他们又不是我的亲姐姐。你总不想亲姐姐的这些前途就这么白白的毁了吧？你就这么吃定我会帮你顶罪吗？从我第一次抢走你创作的第1首歌曲开始，就吃定了。像你这种从孤儿院出来的人，自卑、懦弱，还渴望亲情，甚至还能为了那3个姐姐去死。是啊，我为了3个姐姐，连命都可以不要。还敢说诗词歌曲都是你自己写的，还敢说自己替夜雨顶罪？你这个白眼狼、劳改犯，还拿癌症来骗我们，赶紧去死！你该死！沈小野，我劝你还是乖乖把你创作的那些歌曲、诗词、商业策划案通通都交给我，那样我还可以替你好好照顾姐姐，还可以好好继承沈家。如果是以前的我，或许你可以得逞，但是现在怎么？难不成你还敢打我？那3个姐姐可是会心疼呢。我已经是死过1次的人，我不再受任何人的威胁。我沈小野只活我自己。敢打我？你敢！住手！你这个畜生，竟然敢欺负燕女！夜雨，稍等啊！哎呦，没打到亲儿子，打到养子了，这得多疼啊！爸，你下手也太狠了吧！你这个逆子！混账！谁让你躲的？你知不知道，你躲这一下，对言语来说受了多大的伤害？
你想干什么？那你为什么要躲呢？我的好二姐。我躲？你也配跟我比？像你这种从小没人要的垃圾，怎么配跟燕雨这种才华横溢的人比？今天二姐就好好教教你，什么叫做教养。竟敢打我！为什么这么打？这都是你教的，二姐。反了，你真是反了，真是个白眼狼！二姐教育你，你也竟敢打她！平时对你的教养呢？你喂了狗是吗？我就是没有教养，没有规矩。你们说的那2样，都喂了狗。你这个逆子！我们沈家就没有你这样的儿子！给我滚！滚出沈家！好的，叔叔。叔叔，你哥，你不能走！燕雨，你让他滚！就是这个畜生，害得你受了这么重的伤！你给我滚！滚出沈家！从此以后，休想再踏出我们沈家半步！哥，我哥他不能走，我哥他肇事逃逸了，让我替他顶罪。他要是走了，我就要去坐牢了呀。什么？沈小野肇事逃逸让你顶罪，你怎么这么狠心？心病狂，你简直是丧心病狂！我就知道，这种人留在沈家只会闯祸。这窗外的警笛声就是来抓你的吧？一定是燕雨不肯替你顶罪，你才恼羞成怒这样对我们是吗？哥，我不是不愿意帮你，但是我要是坐牢了，那大姐、二姐、三姐他们的诗词歌曲，还有商业策划案。好啊，沈燕雨，你可真会演戏，真会倒打一耙呀！你觉得那些警察会信你的这些屁话吗？蠢货！站住！之前赶紧去叫督察，把这个畜生给我抓起来！警察同志，逃犯就是他。你好，我是云城第5交通支队队长，现在正在抓捕一名肇事逃逸者，请你配合一下。赶紧把他抓走。车牌号云 A5个8，是你的车吗？我车速这么快，飙车的地方又没监控，只要我咬死了是沈小野，就没人能证明是我。没错，就是我沈家的车，就是这个畜生，偷偷的开出去闯了祸。对，昨天晚上11点34分，你在中州路飙车撞倒行人后，并且驾车迅速肇事逃逸，造成受害者身体多处骨折，这件事情是否属实？不属实。肇事逃逸的人是他沈燕雨，不是我。警察同志，我能作证，逃犯就是他。我也能作证，就是他肇事逃逸，还想诬陷给燕雨弟弟。没错，我也能作证，我儿子一直在家陪我下棋，肇事逃逸的就是他。哥，姐姐们都可以作证，还是别一错再错了，赶紧自首，争取关他主理吧。一群人在这狗叫，也能叫做作证？那我也能作证。肇事逃逸的人就是他。队长，不是有监控吗？赶紧查监控啊！哥，你还不赶快认罪？要是事情闹大了，姐姐们可就丢人了。发生什么事了？怎么警察都在？大姐，都怪沈小野肇事逃逸，他还想让燕雨帮他顶罪。肇事逃逸，小野诬陷燕雨，怎么可能？不会的，警察同志，我相信我的弟弟们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这女士，不是你愿不愿意相信就能决定的，凡事得讲证据。去收集所有肇事路口的监控。是。你们看，监控的确拍到了肇事车辆，但由于肇事车辆的车速过快，司机人脸根本看不清楚，太模糊了。这根本看不清楚是谁开的车啊！小野、燕雨，你们实话告诉我，到底是谁开的车？大姐，你这么看着我，是不是就已经认定这件事是我的干的？我就是你爸沈小野，燕雨我是看着他长大的，从小乖巧懂事有教养，怎么可能会肇事逃逸？既然你们没人主动承认的话，只好将你们全部带走。带走。是。放开我！大姐，救救我呀！
等等，我可以证明是谁开的车。证明？大姐，这一世你又会怎么选择？怎么证明？对不起啊，小野，你和燕雨都是姐的弟弟，但姐实在不能为了帮你就去伤害燕雨。不过你放心，无论你坐牢多久，出来之后，姐一定会加倍对你好啊！是吗，大姐？你就这么笃定，坐牢的人一定是我吗？小野，你怎么还在狡辩啊？警察同志，司机身上穿的那件衣服，就是我在沈小野21岁生日的时候送给他的生日礼物，所以肇事逃逸的人就是沈小野。沈之云，你仅凭一件衣服就断定肇事逃逸的人是我吗？沈小野，你别再狡辩了。虽然监控看不清画面，但是那件衣服确实是我送给你的。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是的，真的是太失望了。小野，是姐没有把你教好，你到牢里好好改造，姐永远都不会放弃你的，好吗，小野？不需要。警察同志，从现场刹车痕迹来看，你觉得车主是一个什么样的？肇事车辆车速起码超过了190码，在马路上完成了几个高难度动作，撞到行人之后原地180度横向漂移离开现场。我断定这人一定是个专业赛车手。据我所知，沈燕宇在出道之前就已经是赛车手。燕雨是赛车手又怎么样？他这么听话，只有你这种从小没有教养的废物才会把车开那么快，该撞了人就直接跑。没错，燕雨一向为人低调、听话懂事，是公认的大家公子，他怎么可能会肇事逃逸？郑小野，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污蔑他？小野，姐把你带回来6年，这6年来悉心教导你、努力教养你，竟然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满口谎言，心思恶毒。我满口谎言，心思恶毒，我的亲姐亲爸，你们难道不知道吗？我根本就没有驾照。什么？没有驾照？这怎么可能？沈之云，我这6年来唯一一次摸车，还是你送给沈燕雨车那次。你嫌我脏，你忘了吗？姐，这个车真是送给我的呀？当然啦。这车真帅啊！好了，小野，别把车弄脏了。走，姐带你去兜风。我竟然都不知道小野连车都没有摸过几次，更没有驾照。难道肇事逃逸的真的是燕雨？是我错怪小野了。大姐，真不是我，有没有可能是我哥他无证驾驶？就是他穿的那件衣服。志云，你怎么能不相信燕雨呢？他这么一个懂事的孩子，怎么可能会肇事逃逸？没错，他沈小野就是一个满口谎话、没有教养的人。大姐，你怎么能信他而不信燕雨呢？对不起，小野，我没有送你车是我不对，但那件衣服确实是我送给你的，所以你的确无证驾驶了，对吗？你不能因为我没有送你车就这样宣泄你的不满啊！不满？我还敢不满？你知不知道，从你送我衣服那天起就已经被他抢走了？在你们眼里，我就是一个满嘴谎言、没有教养的废物，所有的错都是我犯的，所有的罪都是我扛。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你们永远不可能相信我。在你们眼里，你们对我的成见比天高，比海深。可是你说燕雨抢了你的衣服，这么幼稚的话，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好了，技术部门已经查到了肇事车辆的行车轨迹，上个监控已经调出来了。小张，处理一下。不用了，是我。如果真的有一个人要坐牢的话，
那就让我去。沈小野，你怎么让叶雨去给你顶罪？你怎么还不伏法？怎么能有你这样的弟弟，一点担当都没有？沈小野，你太让我失望了。叶雨，你没必要替他顶罪。你放心，姐不会让你受到一丁点儿委屈的。今天我就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他才知道悔过。给我查！大姐，叶雨，不用说了，今天这件事情必须查清楚、查明白，必须要让沈小野伏法。给我查！就是这辆车从南向西行驶。这也看不清楚啊。把刚才的画面重新放一遍，放慢10倍。就这个画面，暂停。放大，给我看清楚到底是谁。怎么会这样？这下面还有什么好解释？继续放大，我需要看清楚这个男人到底是谁。这绝对就是沈小野，不会有错的。证据即将水落石出，你还是快点承认吧。承认什么？在最终结果没有出现之前，任何言语都是多余的。结果就是你将被法律制裁，关入大牢。沈小野，你就没有一丝丝的悔意吗？真的太让我失望了。失望？你还是先看清楚这上面到底是谁在失望为止。这怎么可能？是艳宇。弄错了，这一定都弄错了。为什么会是艳宇？为什么不是沈小野？你这个废物！果然，他们只愿意相信自己所认为的真相。为了沈艳宇，他们会不惜牺牲任何人。而上一世，我就像个傻子一样为他们付出了一切。大姐，我不想坐牢。我要是坐牢了，谁给你们创作歌曲、诗歌，还有商业策划书啊？沈艳宇，你的作品真的是你创作的啊？还不是你用他们威胁我从我这夺走的？沈小野，你够了！不但要让他坐牢，现在还要抢走他的创作是吗？沈小野，叶宇给我的商业策划还没写完，他给大姐写的稿子马上可以让大姐成为金牌主持人，他给自己的创作也在让他成为天王的路上。全家最没用的人就是你，你为什么不去帮他顶罪？因为我不是他爸。你们说的这么高尚，你们怎么不帮他顶罪？你们愿意？你，还是你？证据确凿，沈艳宇，你涉嫌肇事逃逸，我代表云城第5支队正式将你拘留，带走。是。大姐，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啊！我是为了庆祝你获得了金牌主持人，所以我才超速的呀！等一下，警官，我要联系受害人家属，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取得他的原谅。我要联系受害人家属，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取得他的原谅。大姐，我害怕。大姐，别怕，小叶，到牢里要好好改造。大姐等你出来。爸，走。大姐！对，只要我的儿子不坐牢，
他们什么条件，我们沈家都答应。对，李队长，我马上联系公司，筹备一切资金。我早该明白，就算大姐是真的关心我，但在我和沈烟雨之间，她依然会偏爱另一个。据反馈，目前受害者并无生命危险。你们若达成和解，他还是能保住的。如果没有达成和解，我们会随时过来抓捕。我们走。烟雨，烟雨，快起来！烟雨，你放心，不管花多少钱，姐姐一定不会让你坐牢的。你们还真是姐弟情深啊！那我们祝你们一家人幸福美满，阖家欢乐。站住！你去哪儿？你不觉得我在这个家里很多余吗？弟弟，你们有沈烟雨就够了，而我连狗都不如。小野，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和烟雨都是我的弟弟，我对你们都是一样的。沈之宇，你不觉得你说的话很反胃吗？当我要被抓去坐牢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当沈烟雨要被抓去的时候，你又是如何做的？无论你坐牢多久，出来之后，姐一定会加倍对你好。不管花多少钱，姐姐一定不会让你坐牢的。就算是你去坐牢，我一样不会不管你啊！够了，沈之宇，我原本以为你跟他们不一样，他们只是单纯的坏，而你远比他们更加虚伪，更加令人作呕。从今天起，我与你们沈家恩断义绝。你再说！再说！我说，我与你们沈家恩断义绝，我要把你从我身边拿走的统统夺回来。你再给我说！恩断义绝。你再说！你再说！你再……这第一巴掌是为了报答你当年搭救之恩，这第二巴掌是为了这么多年你没有欺负过我忍，而这第三巴掌是看在你关心过我的份上，不再计较，而这最后几巴掌就当是我断了我们这么多年的情分。现在亲情没了，情分也断了，你还有什么资格打我？小野，你当真要断情分，和我们彻底断亲吗？这么多年来，你对我们就没有一点真感情吗？是，我是错怪了你，但大姐是为了你好，我想让你少走一点弯路啊，少走一点弯路啊。为了我好，你们让我去背锅坐牢也是为了我好，真可笑。也是，谁让我流落在外，从小在福利院长的是一个没有教养的废物。你们知道，你们对我的成见就像一座大山压在我背上，喘不过气。可是你们谁会在乎一个废物汉唐？我在你们沈家的地下室住了整整6年，这6年来，你们沈家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灰尘都是我亲手打扫的。仅仅是因为我触碰了你们视为珍宝的美食，
你们就指责我虚荣，你们说我是一个穷人，突然暴富需要克制自己的欲望。我竟然完全不知道，萧野这些年竟然遭受了这样的苦难。我不服气，所以我努力读书，我写作，我写诗，我写歌词，我写企业策划，就是为了有一天，我要向你们证明，我跟你们一样，同样拥有才华和能力。可是，我还是错了。你们竟然放任这个卑鄙小人窃取我的成果！萧野，我们。你们不是不相信你们所有的成就都是因为我吗？沈志远，你不是不相信你的诗词歌赋、演讲稿都是我写的吗？那我就要在你们最擅长的领域，将你们一个全部踩在脚下。萧野，萧野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真的不是因为我们的成见吗？大姐，他还说他会写作呢，要我看啊，他就是博得我们大家的关注，所以才搞了这么一出。就是，他早就应该滚出这个家里了。这样也好，让他出去吃点苦，就能知道我们沈家的好。我一定会找到他的，叫他做一个正直、善良、负责任的人。大姐说的对，我们现在应该去找哥，毕竟这件事情也是因我而起。好了，燕雨，这件事情也不怪你，就让他去冷静几天，吃点苦头，他就会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他不是说我们的成功是因为他吗？他不是吹牛自己会创作写诗吗？那就放手让他去做，尽管打败我们。整个世界还是在摇摆，节奏和音乐入侵了血脉。云城之声，沈家人不是骄傲吗？不是瞧不起我，那我就要在你们最骄傲的地方将你们打落神坛。沈志云，你不就是第一个？你们到底在干什么？我们988电台的收视率已经低到了历史最低点，10几个栏目干不过一个云城之声的沈之云。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啊？电台每个月都在亏损，我要是不解散电台的话，我怎么向上级领导交代？部长，你再给我一点时间，你相信我，我一定能打造一个能和沈之云抗衡的节目。白婷婷，我就再给你1个月的时间，收视率要是再上不去，我离职不算什么，我们整个988都会被云城之声给收购了。1个月的时间，这怎么可能够？请问988电台还招聘主持人吗？能够打败云城之声沈志云的那个。你能打败沈之云？开什么玩笑？他可是集嗓音、诗歌全能型的金牌主持人。不试试看怎么知道？反正你们不也是快倒闭了？部长，要不咱们试试？反正死马当做活马医嘛。什么叫死马？就凭他？叫什么名字不知道，能力怎么样也不知道，你凭什么打败沈之云？就凭这个16字阴阳风水秘术。志云姐，部长让你今天一定全力以赴，彻底压死988电台，完成对他们的并购。收到。
欢迎收听《云城之声》，我是沈之云。我们终其一生所追求的幸福，不在过去，不在未来，而在当下。碗中餐，眼中情，以及身边人。三餐四季，家人闲坐，幸福安康，灯光可亲。沈之云，我写这些的时候，怎么就没想到，你根本就没有把我当家人。疯了！我简直是疯了！我竟然相信一个素人能够在我们黄金时间段搞什么0点回声，这可是我们988电台唯一一个还有一点收听力的时间段。看吧，就等着再出什么纰漏吧，我就等着被炒鱿鱼吧。部长，早死晚死都得死，要不就跟他沈之云打擂台，就算他播成一团便便，那也能在同一时间段恶心一下他云城之声了，不是吗？行吧，今天之后我们整个988电台将不存在，恶心一下他们也行。开始播吧。开始吧，沈小野。大家好，这里是云城988电台0点回声每夜一个故事栏目，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沈小野。接下来我要讲都是真实发生的故事。首先我要告诉大家，盗墓不是温酒待客，更不是挥毫作画，是雷管炸开文明年轮的破坏。每一道盗洞都是刻在文物骨头上的刀疤。什么破电台，还换主持人？0点回声，盗墓，谁爱听这个？故事要从一门16字风水秘传残篇说起。那是我爷爷年轻的时候，败家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还四处骗钱，且骗的所有人都把他当成臭要饭的，趋之不及。我爷爷骗我太舅爷爷说要娶新媳妇儿，这才从他手中骗来了20块大洋。结果他为了应付差事，就找了一个纸扎。那水彩画上眉眼鼻子远远看上去就像活人一般。好家伙，20块大洋就买个纸媳妇，哎，有点意思啊。太舅爷爷非要见我爷爷新娶的媳妇儿，我爷爷死活拦着不让见，他越拦就越显得有问题，太舅爷爷就更加疑心。2下里，两人便争执了起来。正在此时，里屋的门帘掀开，竟从中走出一名女子。她长得白白净净，大脸盘子，大屁股，小脚，红嘴唇。我爷爷心里咯噔一下。哎呦，这不是我找人糊的那纸人吗？他竟然活了！哎呦我去，纸人竟然真的活了，这太刺激了！那兄弟们，快去听988电台，有惊喜，有大惊喜！怎么样？播出之后收听率掉光了吧？部长，这刚开始还有点掉，但这会儿好像又涨了点。目前收听人数是62000，这已经比咱们平时3万多高出不少了。好啊好啊，收听人数62000。哎，那个云城之声的沈之云呢？我看一下，云城之声的收听率依旧稳定，1700多万。1700多万，62000，就这点数，你还恶心人家，人家根本不会在意。那纸人竟然活了！只见那纸人僵硬地凑到我爷爷耳边，悠悠道：“如果有一天，你日子到了穷得过不下去的时候，就到13里铺的荒坟来找我。在那片坟地的正中间，有一座没有墓碑的孤坟。
里面的棺材就是我的尸身所在，在里面有数不尽的金银珠宝。只要你敢来，里面的财物就尽管你随意的花用。师傅，赶紧走，这钱都归你。师傅，对不起，对不起，我演出快迟到了，我给你钱，加钱都行。走！哎呦，大妹子，你这妆也太吓人了，差点把我给吓走了。哎呦，兄弟们，快打开电台988，今晚的故事太刺激了！来，快来！黄金档讲恐怖故事，主播你也真够拼的呀！我睡不着了，想听又不敢听。别睡了，快来嗨！都赶紧来听988！我操，可老子吓尿了！我去，这云城之声的流量开始下滑，小部分听众被吸引到我们电台来了。我们电台收听人数已经达到上百万，这还是这几年来咱们988电台第一次有这么高的数据吧？居然已经达到突破100万人数的收听率了，好啊！好了，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谚语这篇稿子写得非常感人啊，这次的收听率应该可以破纪录了吧？志云姐，刚才的收听率的确是达到了1700万，但是现在在不断下滑，已经下滑到了1500万，听众还在不断流走。不断流走？这怎么可能？这些听众去哪儿了？根据数据显示，听众全部流向了988电台。988电台，那不是一个快要倒闭、要被我们收购的电台吗？我听听。我爷爷的神经也亢奋起来，他一咬牙站起身，拿起铁锹，掀开了棺材盖子。等死啊！只见棺材中赫然躺着一位美女，高鼻梁、大红嘴唇，洁白的脸庞，两边用胭脂点了2个大红点。凤冠霞帔，大红丝绸，穿吉祥袍的新娘子，诱人的闪烁着。这播音功底太强了，绘声绘色，引人入胜。不过，这声音好耳熟啊！姐，你别说啊，这988的新主播，这水平，这感染力，丝毫不亚于大姐啊！你说她会不会是什么隐藏的民间艺术家呀？他伸手想要去够那位女士身上佩戴的祖母绿宝石戒指，他刚要伸手，只见棺材中的新娘子突然，他手臂一翻，抓住了她的手腕，钢钩一般的长指甲有1寸多陷入了他手腕中的肉里。我爷爷吓了一跳，一抬眼就看见棺材中的新娘正瞪着一双流着鲜血的瞳孔，死死的瞪着他的眼睛。他到底是谁？这播音感染力太强了，至少得有20年的播音功底才能达到这个水平。这988电台新晋主持人到底是谁？这988电台新晋主持人到底是谁？报告，988电台0点回声栏目新主持人资料。沈小野。沈主持人，您认识他？那你能不能把他挖到咱们电台来？就在刚才，他们的收听率已经突破900万，再这样下去，对我们很危险。挖过来，这声音确实很像小野。这988电台新晋主持人，不会真的是小野吧？不行，我得问清楚。喂，小野这段时间在干什么？大姐，你没事提那个废物干什么呀？真晦气！你没什么事我挂了，我在这听电台广播呢。你也在听电台？对啊，哎，大姐，我跟你说啊，这个988的新主持人讲故事能力也太棒了，天让起伏的。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声音很像小野？谁？沈小野？
谁？沈小野？那个废物怎么可能有这种写故事的能力啊？也是，可能是我太担心他了吧。芝雪，你抽空打听一下他现在在哪里，尽快给他接回来。好，我知道了，知道了。哇，900万了！这才第一天播就达到了900万的收听率。部长，我们最巅峰的时候也没这么高吧？是啊，这第一天就已经达到了900万的收听，这可是从来没有人能做到的。这云城之声的王牌节目也不过1000多万而已，咱们这次啊，极有可能超过云城之声。播，让沈小野继续播，一鼓作气。赤云姐，这次0点回声栏目这么火，不会真的超过咱们吧？怎么可能？我不管他是谁，都别想超过我沈之云。一会儿我会唱一首歌，这是我的歌曲首秀。是。这是燕雨弟弟留给我的底牌，我绝对不会输。喂？什么？沈之云要唱歌进行歌曲首秀？这个沈之云真是一点机会都不给我们988留啊！沈小野，沈之云要唱歌进行歌曲首秀，你再坚持一会儿，实在不行，你把刚刚那个故事再说一遍，千万不能让我们输得太难看。唱歌？沈之云，你急了是吗？你以为拿着沈燕雨偷我的2首歌就能稳操胜券了？那我就1首歌，让你认清现实。欢迎大家回来，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沈之云。感谢大家这么多年来对我的支持。那么接下来我将用一首歌，一首我弟弟燕雨写给我的原创歌曲回馈给大家。云城之声第一软音女神首次献唱，赶快收听第一御姐的歌啊！快，第一御姐首秀！别听什么故事了，赶快听歌吧。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与爱》。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与爱》。窗外的雨滴一滴滴累积，无你的事情像储存爱你的记忆，真希望雨能下不停，与爱的秘密难以只延续。哇，没想到女主持唱歌也可以这么好听，太完美了吧！彩虹的美丽。气死我了！这个沈之云，他哗众取宠，他一个主持人，他唱什么歌呀？我们这收听率立刻下降了60万。部长，你看到现在还在一直降呢。听众朋友们，故事之后，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一首由我原创的歌曲，送给曾经的我们。什么？沈小野他也要唱歌？这不明摆搞事情吗？故事讲得好好的，跳什么破歌？让他继续讲故事，别唱歌。好，沈小野，部长要求你继续讲故事，不许唱歌。因为沈之云的弟弟沈燕宇，他是个著名的创作人，跟他比唱歌，你输定了。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追梦赤子心》。追梦赤子心，什么破名字？完了完了，这能赢才怪！这回呀，我们肯定要被云城之声彻底踩死了。追梦赤子心，切，没意思，听了。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如果它真的存在，那么我一定会去。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矗立，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用力活着，用力爱，哪怕肝脑涂地，不求任何人满意，只要对得起自己。关于理想，我从来没有当司机之前，我也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呢。
妥协直到变老。也许我没有天分，但我有梦的天真，我将会去证明。听着这歌，我突然想起当年找工作四处碰壁的时候。我也老了，都开始怀念起以前的时候了。听着这首歌，我怎么那么想哭啊？为什么？兄弟们，都过来跟我听歌，跟我哭！988，这个主持人唱的歌也太好听了吧！金曲，绝对的金曲！耳朵快要怀孕了，速来听歌！沈小野，你究竟经历了什么呀？求饶，就算鲜血洒满了怀抱，继续跑，带着赤子的骄傲，生命的闪耀不坚持到底，怎能看到日记苟延残喘？大师级别的播音水准，金曲品质的歌曲，天堂级的唱功啊！到底怎能看到？天哪，这988的主持人唱的也太强了吧！我都想哭了，比大姐唱的还好听。与爱的秘密能一直延续，我相信我将会看到彩虹的美丽。感谢大家收听知云的节目，明天我们依然不见不散。为了心中的美好，不妥协直到变老。部长，这什么这呀？到底多少啊？我不懂音乐，但我也能听得出这首歌绝对是经典金曲的标准。这首歌的收听率应该不会输得太惨吧？部长，你看，这，这次的收听率的确是达到了历史新高，2800万，但是压不垮988。这怎么可能？2800万的收听率压不垮一个小电台。他们收听率是多少？2800万的收听率竟然跟我们持平了。今天是持平了，但是他是个新人主持，今天他一炮而红，明天输的可能就是我们了。我没有看错吧？收听率居然是2800万，都已经同云城之声持平了。我们和云城之声打平了，居然靠着沈小野啊！沈小野，不，沈先生，沈先生，你以后这是我们台的一哥，是我们988电台的神了。从此以后，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都满足你，我都答应你。哎呀，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打败云城之声沈之云，将他彻底踩在脚底。这怎么可能？这可是我的歌曲首秀，怎么可能超不过988那个小电台？他们又写什么故事了？他也唱了一首自己写的歌，是不是哪里弄错了？我唱歌，他也唱歌，他唱的歌竟然还超过我弟弟沈燕宇给我写的歌。是这样？这不可能！我听一下回播。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矗立。我输了，这首歌无论品质还是唱功都在我之上。今天的收视率持平，那我们明天怎么办？这个零点回声栏目新主持人沈小野到底是何方神圣？
沈小野，为什么偏偏是这个名字？只可惜我弟弟沈小野不会有这样的才华，不然我也不用替他担心了。沈小野，你弟弟是沈小野？我弟弟沈小野要是有这样的才华，我做梦都会笑醒。不过，我不管他是谁，都别想打败我沈之云。燕雨，我的弟弟燕雨一定可以写出超过0点回声栏目的故事。那个988电台的沈小野，我不管你是谁，都不可能比我弟弟沈燕雨更优秀。沈之云，明天我便要在你最自诩不凡的领域，把你的骄傲连同妒忌一起掀翻，让你摔进自己曾经俯视的尘埃里。燕雨，你最近有没有出什么新的创作可以供姐使用啊？之前给你的稿件这么快就用完了，大姐，你之前不是还说想沉淀一段时间，提升一下节目质量吗？糟了，沈小野之前写的那些东西几乎全都被用光了，我得上哪儿去给大姐写新的稿件？最近区里电台新出了一档名为0点回声的栏目，这档栏目的主持人无论是在写故事、作词、作曲还是唱歌等方面都远超过我。今天他的收听率已经和我持平了，这很难说他以后会不会超过我。0点回声，哎，这不是我们最近一直在听的那个节目吗？哎，没错，就是那个主持人声音啊，真的很独特，写的稿子啊也很吸引人。你们说，这个0点回声的主播到底是何方神圣？怎么这么有才华？说起来，他还和小野同名呢。沈小野同名？沈小野，如果他真的那么厉害有才华，我们又何必那么为难他？要是这个主播是沈小野，我直接上街裸奔。像这种天才啊，确实是难得一见。小野资历平平，也确实没法跟人家比。话说回来，你们最近有打听到小野的下落吗？哎呦，大姐，你还真打算把他带回来啊？他在外面混不下去了，自然会灰溜溜的回来的。不管怎样，小野毕竟是我们的亲弟弟，这些年他在外面也吃了不少苦，就算有的时候他行为不规矩，缺乏教养，但只要他回来，我会好好教他，不能真的不管不顾啊。好好好，我帮你把他找回来就是了，你还是先忙你的电台工作吧。燕雨，之前你提供给姐的稿件帮我拿到了金牌主持人的称号，这次能不能也帮我拿到第1名？大姐，我最近在忙着写新歌呢，再说我也有自己的生活呀。燕雨，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不论什么时间，不管我要稿子有多急，你都会给我准备好的。以前是有沈小野那个白痴在，只要你们说要稿子，他就会不眠不休的给你们写。难道现在也要我做那个白痴人？哎，大姐，我有个好主意，不如明天你节目播出的时候邀请我去做嘉宾，这样我又能宣传我的新歌，还能提升你节目的收视率，不就一举两得了吗？那太好了，如果这样的话，明天我节目的收听率一定会创造历史新高。沈小野，我刚刚得到消息，沈之云要邀请天王沈燕宇去当嘉宾，说要发表新歌。这下完了，天王粉丝那么多，而且他唱歌的效果肯定比沈之云要好。沈燕宇要去云城之声唱歌，打败沈之云可能是幸运，但那是沈燕宇，你唱歌你是比不过他的。不过你可以继续说恐怖故事，只要我们的收听率不要太低太难看就行。昨天的收听率都已经持平了，我还想着今天肯定能超过沈之云的。沈之云有这样的人脉，要想打败他，只能靠奇迹了。没想到能打败他们的那一天竟然来得这么晚。放心，今天我就让你们见证奇迹。等你在雨中，在造红的雨中蝉声沉落。蛙声升起，一池的红莲如鸿雁。在雨中，你来不来都一样。
竟感觉每朵莲都像你。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云城之声，我是沈之云。随着雨季即将画上句点，我特别邀请了歌坛新晋人气天王沈燕宇来为大家带来一首动听的歌曲《6月的雨》。加油！哇，等你在雨中，在燥红的雨中蝉声沉落。沈之云不愧是天才主持人，这诗词写的真的叫一个美妙绝伦。今晚还有歌坛天王的精彩演唱。烟雨男神，支持我们的歌坛新天王。大家好，我是沈小野，这里是零点回声。今天依旧由我来为大家带来歌曲。哎呀，来了来了！看看今天晚上的主持人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大姐和小弟的电台已经开播了，但是我又有一点想听那个新主播的电台，想知道他有什么新花样。哎，怎么办啊？好纠结。你说我选哪个嘛？这确实很难选。小天王居然去了云城之声，听说还要唱新歌呢，大家快去呀！天王加油，男神加油！怎么办？这电台的收听人数直线下降，已经跌破600万了，听众都流向了云城之声，我们完了！玩什么玩？不可能！别急啊，再给沈小野一点时间。一场雨把我困在这里，你冷漠的表情会让我伤心。太好了，电台数据直线飙升，已经突破1500万了，1600万了。果然，燕宇弟弟写歌写词的能力无人能及，这样好的歌啊，也只有他能写得出来。今天的收听率应该要破纪录了吧？接下来我将随机接听一位听众，根据他的故事现场原创一首歌曲。啊？根据自己的故事创造一首歌，真的假的？不是彩排好的吧？都是托吧？6月的雨，就是无情的你，伴随着点点滴滴，痛击我心里。我不相信你不是故意的，却为何把我丢弃在风雨里？我不忍心，也不想背叛你，唯有默默等你回心转意。我没有放弃，也不会离你而去，哪怕要分开，我依然等你。我全心全意等你的消息，总会有一天你会相信我，我爱你。一场雨，想念你，在我的。不愧是天王的歌，也太好听了吧！是，再搭配沈之云的成熟磁性暖音，再搭配这夜晚的雨景，呀，实在是太雅了。没错，燕语天王这嗓音实在是太好听了。6月的雨真的唱太好了，不愧是燕语天王呢。现在听众反馈非常好，燕宇弟弟果然优秀，他写的稿子和歌都不是普通人能达到的高度。0点回声现在的收听率应该急速下降了。你们听说了吗？0点回声的主播，他要根据现场听众的真实故事来进行现场即兴创作歌曲啊！真的吗？那我们赶紧听听。要我们去听听0点回声的节目？我只是想了解一下情况，打探一下敌情。好吧，我同意。好的，那请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听众。你好，你真的能根据我的故事创作出一首原创的歌曲吗？当然可以，请说出你的故事。我是一个小三。
我是一个小三。啊！哇塞，这个劲爆！小三，这也太炸裂了吧！我知道他有老婆，还有一双儿女，我就是大家口中那个不要脸的小三贱人。我天哪，这小电台也太炸裂了吧！真刺激啊！炸裂！大家快去听988电台。都是唱歌，还不如听谚语天王。你懂什么？有人在988电台里爆料自己当了小三，还有主持人根据他的故事写一首歌。这么刺激，我现在就去听。准确的说，我也是最近才知道我是小三。我一直以为我和他是正常的恋爱关系，我不图他任何物质，他也拉着我的手发誓，说会永远爱我。我出差到2万公里外的秘鲁，那么远，他都会出现在我房门口陪我过生日。他说跨越半个地球，也要做第一个祝我生日快乐的人。可是我们俩在利马大教堂许愿时，他老婆正在国内陪着孩子开家长会。我们一起旅行，一起看烟花，一起相拥看极光。我以为我们会这样在一起一辈子，一屋2人3餐4季，真的很美好。我以为我遇到了对的人，我以为我们会这样安安稳稳的一辈子幸福下去。直到那天，一个陌生人给我发来短信，说是他的老婆。起初我并不相信，可直到我亲眼看到他和他老婆还有一双儿女一起游玩时，他笑的是那样开心，而我却是那样的手足无措。哇！听众朋友还在持续的进入，故事太炸裂了，听众们都被吸引进来了。我和他对峙，昔日相爱的恋人反目成仇，陷入争吵。我和他提了分手，可是当他淋了一夜雨，出现在我家门口跪下祈求我原谅的时候，我又心软了。他说再给他一次机会，他马上离婚。可是当我妈生病时，他却说手头紧，转头给他老婆买了最新款的包。我是不是像个傻子？主持人，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你真的能够根据我的故事创作出一首歌吗？哎，这也太刺激了！你说这个主播能根据这个故事写首歌吗？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就这么一会儿就即兴创作出一首歌啊？觉得呢？当然，歌曲已经创作好了。这首歌叫做《我怀念的》，希望能够给到你安慰。我问为什么那女孩传简讯给我，而你为什么不解释，低着头沉默？我该相信你很爱我，不愿意敷衍我，还是明白你不想挽回什么？这么快，竟然真的创作出来了！为什么我不再是？这主播也太厉害了，这才多长时间就写出一首歌了？为什么这苦笑说我都懂了？自尊常常将人拖着，把爱都走曲折。假装了解是怕真相太赤裸裸。感谢天王谚语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唱。接下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进行点歌。诗云姐，我们听众人数停止上涨了，已经停在了1600万，听众流向了隔壁电台。什么？什么？接下来我们进行听众连线，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主持人您好，咱们电台是不是可以点歌呀？请问你是谚语天王的粉丝吗？
只要是我的歌曲，你想听什么都可以满足。不是你们说能够根据听众故事现场创作歌曲吗？创作歌曲是需要时间、需要灵感的，现场创作这怎么可能？你们不是988吗？这位听众，我们这里是云城之声，请问你还有什么歌要点？我要去988，我要主播根据我的人生经历现场创歌。堂当天王都做不到现场创作，还有谁能做到？我在这里警告一些居心不良的同行，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才是正道，不要动一些歪心思，找一些托来我这里闹事。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紧的右手，最暖的胸口，谁忘了？我怀念的是无言感动，我怀念的是绝对炽热，我怀念的是你很激动，就我原谅抱的我都痛。我记得你在背后，太好听了吧？也记得我把背叛后的自我拉扯诠释的是淋漓尽致，写的太好了。坚强的相拥，谁爱的太自由1600万了，听众这么快就已经突破1600万了。我的心，谁忘了那就是承诺？谁过都太远了，谁要走我的心？谁忘了那就是承诺？谁自顾自的走？谁忘了看着我？谁让爱变沉重？谁忘了要给你？这忧郁的嗓音将这份绝望和无奈演绎得淋漓尽致。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要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紧的右手，最暖的胸口。我放手，我让座，假洒脱，谁懂我多么这首歌完全唱出了我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就像一把细腻的手术刀，抛开了爱情里最隐秘的伤口，直面遗憾，学会释然。没想到他这么厉害，我本来以为他这么短的时间只能写出一首普通的歌，没想到这么快又出金曲了，这说不定比英语还厉害呢。自尊常常将人拖着。快给我查这个人是谁！我愿意出600万，600万不行就900万，900万不行就1000万，给我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人给我挖到公司来。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2900万了，你看，而且还在持续上升，这已经创造奇迹了呀！这个太好了。诗云姐，我们电台收听率已经跌破700万了，听众全部流向了988电台。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主持人，是不是你们说能根据我自己的故事写歌呀？不好意思啊，你打错了。主播，俺想跟你说说俺的初恋，你能给俺们俩写首歌吗？你打错了。喂，我跟你说说我的故事，你能给我原创一首歌曲吗？错了。主持人，你等。你打错了。请问这里是沈志云姐姐主持的电台吗？
这位听众您好，听说您在这988电台可以写歌，我可以让您……我再说最后一次，这里是云城之声，云城之声不是什么988。姐，咱不播了，那这不是给这个节目开天窗了吗？都没人听了，我还播什么播？这零点回声栏目主持人究竟是何方神圣？那些听众明显就是托，连我都做不到现场作词作曲，他还能根据观众的生活现场作词作曲，这开什么国际玩笑呢？我去看看，到底是谁？我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近的右手，最暖的胸口。我放手，我让。这位听众，你觉得怎么样？太好听了，完全唱出了我内心最真实的感受。你喜欢就好。接下来我们收听下一位听众朋友。大姐，怎么了？他不是说可以根据听众的故事原创歌曲？我这就打给他。没错，这种8成就是电视台找人做的戏，一定要让他身败名裂。打给他。你好，这位听众。喂，请问你们这里是不是可以根据听众的故事原创歌曲？我这里有一个好故事，想跟你分享一下。你好，这位听众。喂，请问你们这里是不是可以根据听众的故事原创歌曲？我这里有一个好故事，想跟你分享一下。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好像是沈之云。是的，请说出你的故事。我有一个弟弟，在他20岁那年，我们把他接了回来。我们全家对他可以说是掏心掏肺，我们从来不嫌弃他没有教养、没有规矩，让他住大别墅，吃山珍海味，每年给他600万零花钱，而且我们让他去最好的上流学校，给他最好的资源和无尽的宠爱。他就因为那么一点点小误会，就叛出家门，到现在都杳无音讯。果然是他，我的好大姐。在他眼里，我永远是那个没有教养、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既然你想让我被外人唾骂，那我就好好给你唱一首。我的故事讲完了，请问可以原创吗？当然可以。兄弟们，988投稿人的弟弟也太不是个东西了。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声音很像大姐？觉得。哎，你说会不会是大姐给电台打电话了？我可以为你原创一首歌曲，不过在这之前，我想问你几个关于你弟弟的问题。我想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也想听听看。好啊，你问。你说你们全家对他掏心掏肺，让他住大别墅，那你还记得他住的是哪间屋子吗？这声音不就是沈小野吗？当然记得，他住的就是……我怎么不记得小野住在哪？2楼是知情的，3楼是知雪的，最大的房间是燕语的。那小野在地下室啊？哦，原来你们说的大别墅就是地下室啊！你们说的大别墅就是地下室啊！这种穷人乍富难免骄奢淫逸，我这么做是为了让他守规矩，才让他住地下室过渡一下。我这么做是为了他好啊！谁会在地下室住这么些年？你说的每年600万的零花钱，你有转账记录吗？你说的无尽疼爱和无数资源，你能给我举个例子吗？为什么？为什么我竟然什么都想不起来？这投稿人在说谎吧？这家人太不是东西了，在节目上还胡说八道。好，这位听众，根据你的故事，我为你原创了一首歌曲，希望你听好了。不可能，这么短的时间能唱出什么好歌来？沈导演，你可真是个创作天才。不行，我不能告诉大姐。
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不可能，这么短的时间内，真让他原创出一首歌来。他这什么意思啊？说我是个演员，说我设计那些情节，我这是为了小野好我才这么做的。我是希望他能像小弟一样正直善良。观众一眼能看见，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再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兄弟们，您听听这词写的啊！您难过的太表面，像没有天赋的演员，真情。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演？你难过的太表面，他这是在质疑大姐的真心。大姐对他这么好，他配吗？他是在质疑我的伤心和痛苦吗？你又知道些什么？我对我弟弟的爱是真的。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再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爽，就应该狠狠打他的脸，这算什么姐姐吗？就是不，这跟我的故事完全没有一点相似之处，我不承认，我不承认。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是在说我演戏，说我没有底线吗？我的弟弟小野也是这么想的吗？我这是因为爱他，我才这么做的。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对呀，这个人要是真爱他弟弟，怎么可能在节目里面这么抹黑他？我看最可怜的还是那个弟弟，被带回家这么多年还这样子对他，真应该早点和那家人分开。他这是在说我假惺惺，说我们装模作样。有限，又不用说感言，分开就平淡些。涨了，部长，你快看！哎呀，好，3600万，太好了！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如果还能看出我有爱你的那面，请剪掉那些情节，让我看上去体面。剪掉那些情节，让你看上去体面，这根本就是胡编乱造，故意抹黑小野。他怎么敢质疑我对小野的爱？我对他这样是因为我爱他，我才会对他这么严厉，我才会屡次的说教他，一切都是因为我爱他呀。我就不相信了，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不识好歹的人，钱和资源都不要，执意要回贫民窟，肯定是做了对不起人家的事了。这根本就是造谣，这跟我说的故事完全对不上，我不认，我不认。不在意的样子是我最后的表演，是因为爱你我不认，这不可能。这种成全。我对小野那么好，他怎么敢质疑我们姐弟之间的感情？烟雨，我必须要见到那个电台主持人，你陪我一起去。哦，我突然想起来，明天一早我还要跟星王娱乐聊签约的事情，我先走吧。那我自己去。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故事就到此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相约 FM 988，我们不见不散。盛小野，4000万！我们电台最高时段的收听率已经达到了惊人的4000万，我们创造了历史，太牛了！不负众望，
而且现在咱们电台电话都被打爆了，大家都说你创造了2首金曲，无数家娱乐公司都想约你见一面，你的签约费已经达到了5000万的高价。是吗？现在沈之云恐怕已经尝到了失败的滋味，3首金曲估计也能撼动沈嫣云的地位，接下来就等着看你们挫败的好戏了。站住！让开！不好意思，请问你有预约吗？我是市台沈之云，来接你们区里一个小主播，还需要预约？这算什么？这些人可都是来找他的。让我们进去！让我们进去！怎么样？和那个电台主播沈小野签约成功了吗？5000万都搞不定，气死我了！苏总，这是今天来咱们公司签约的新晋天王沈嫣宇的信息资料。什么破天王？什么沈嫣宇？我只要沈小野，给我滚！什么时候签约啊？沈先生，签约可能要延后了。什么？明明是你们星芒来找我签约的，堂堂一个天王，把你们苏总给我叫来。我们苏总今天有急事，所以沈先生，您还是先回去吧。张总管，您能给我说说是出什么样的问题了吗？你还不知道吧？988电台的新主持人2天原创了3首歌曲，我们苏总愿意出5000万的高价，发了疯似的非要签他，可是人家压根就不同意。就是他。怎么，沈先生，难道您认识这位新主持人？不妨引荐一下。不认识。那我还有事儿，先去忙了，您请便。沈小野，一次次坏老子好事，饶不了你！让我们进去吧！我们沈主持人不方便见大家，都请回吧。小野，你可是我们988的骄傲啊！部长，您说笑了。小野，我还有很多问题想请教你呢。小野已经忙活1个晚上了，闭嘴吧，让他好好休息休息。小野，怎么会是你啊？你是在这家小电台打工吗？没错，我就在这家小电台打工。太好了，大姐终于找到你了。大姐承认之前对你是有一些误会，不过大姐是因为爱你，所以才对你这么严厉的。爱我？你的心里和眼里只有你们那个养子。小野，大姐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让你明白我的良苦用心啊？大姐这么做是为了培养你。算了，不在这说这些。那档0点回声栏目主持人呢？我想见他。我就是你要找的主持人，有什么要说的吗？小野，你就别闹了。不是大姐不信你，你懂创作吗？之前你偷了谚语的那些创作，大姐不说什么，但你怎么能欺骗大姐呢？果然，无论我说什么，你都不可能相信我，你只会信那个跟你毫无血缘关系的养子。那档栏目的主持人连续创作出2首金曲，而且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创造了历史收听记录，还写出那么优秀的故事，这就算是谚语来了也会自愧不如，你怎么能屡次撒谎欺骗大姐呢？我一个不懂作词作曲的都知道他的实力，你作为他的亲姐姐，竟然不相信他。果然，人心中的成见啊，就像一座大山。其实沈小野说实话，你也不会信的。我是988电台的部长，我可以证明，沈小野就是我们0点回声栏目的主持人。小野是0点回声栏目的主持人？是你写出的那么好的故事，还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创作出的金曲。小野，你有这样的实力，怎么不早点跟姐说呀？我刚就已经跟你说了，你信我？是我之前忽略了你，小野。为了你以后职业发展考虑，你还是跟姐回家，咱不在这儿干了。以后好好的写词写歌，姐跟你保证，一定会让你像谚语一样优秀的。你别给我提那个养子。小野，你为什么对谚语成见那么大呀？我成见大，他偷我创作的时候你们在干什么？他欺负我的时候你们又在做什么？偷你创作，谚语的那些创作，
真的都是偷的你的？那不然呢？我的好大姐。小野，姐姐知道错了，姐真的知道错了。之前姐姐做的不好，以后会尽力弥补你的。跟姐回家好吗，小野？用不到我的时候就把我一脚踹开，用得到我的时候又来求我，别做梦了！你不是早都已经说过了吗？你们只有沈燕宇一个弟弟，而我只是你们沈家的一个污点。既然亲手将这种天才拒之门外，你们沈家还真是有眼无珠。对不起，我们这里不欢迎你。来，小野，小野，海涵，姐，沈小野，你就这么欺负大姐是吧？你赶紧给我滚回去！你让我回我就回啊！我早就已经跟你们说过了，我跟你们沈家已经彻底恩断义绝了。好了，小野，是姐姐们忽视了你，但是只要你跟我们一起回去，姐姐们以后一定会加倍对你好的。大姐，你说什么呢？他都那么欺负你了，你还帮他说话？闭嘴！小野毕竟是我们的亲弟弟，怎么能这么对待他？我可不认啊！我就燕宇一个弟弟。对，你们只有沈燕宇一个弟弟，而我只是一个外人。那不然呢？当初把你从垃圾堆捡出来，够了！我告诉你们，燕宇之前的那些创作，都是偷的小野的。而且，自从小野从福利院被接回来之后，燕宇就一直在霸凌小野。什么？这些都不重要了，我已经报了警，也请了律师，你们就等着看他的好戏吧。沈小野，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好活。沈小野，都是沈小野逼我的。大姐，大姐，别怕，姐姐保护你。大姐，大姐，大姐，沈燕宇，你涉嫌故意伤人，我现在正式逮捕你，开走。沈小野，沈小野，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沈小野。医生，怎么样了？手术很成功，但病人失血过多，需要观察。小野，对不起。小弟，对不起，我们以前太混蛋了。上。小野，这是你以前最爱喝的银耳莲子羹。我记得你以前总说自己胃疼。小野，二姐知道错了。你看，二姐把壁纸都换成你当年在地下室写的诗了。你说过你想当作家，
海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但姐却把你的手稿当废纸卖了。大姐，姐你醒了。小野，小野，我们知道错了，以前都是我们的错，你就别怪大姐了好吗？错。你们错在把我当垃圾丢在沈家地下室6年，错在任由沈念宇剽窃我的成果，错在被诬陷时，你们落井下石，置我于死地。现在一句错了，就能弥补所有吗？大姐，小野，姐用命赔给你。你的命我不稀罕，沈之云，你祷告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弥补你内心的愧疚。但愧疚这东西，填不满我在每个夜晚的痛苦，也盖不住你们当初骂我白眼狼的声音。这是我起诉沈念宇剽窃的材料，顺便你们欠我都会一件一件地讨回来。至于原谅，等你们也尝到被亲人踩到尘埃里的滋味，再来跟我谈原谅。小野，大姐。你只有5分钟的时间。你来干什么？你的检验材料现在还需要一份受害者谅解书，想要吗？猫哭耗子假慈悲。沈小野，是你毁了我的人生，你的人生。这是你18岁时偷我雨夜寄北的初稿，扉页还有你模仿我自己写的批注。这个是你21岁酒驾撞人后逼我替你顶罪的录音笔。沈小野，你要是不替我顶罪，我就把你赶出沈家。这段录音需要我交给狱警。录音？你以为能证明什么？那不过是兄弟之间开的玩笑吧？你以为你赢了吗？沈小野，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从我这里偷走的。是你抢走了我的人生。从孤儿院接走你的那天起，你就像一条毒蛇一样，一直在注视着沈家的一切。我根本就不稀罕。我来这里只是为了告诉你，监狱的墙比沈家地下室的墙更厚。大家好，这里是云城988电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沈小野。我呢，今天不讲故事，只讲一段话。有人问我后不后悔与过去决裂，
我的回答是不后悔。那些被辜负的真心，被践踏的尊严，从来就不是一句原谅能够抹平伤痕。但我也谢谢那些伤痕，他们让我明白，真正的强大从来都不是原谅伤害，而是有勇气转身。从今天起，我的人生不为任何人挡刀，只给值得的光让路。各位，晚安。